非有消息，近期波音公司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协议，支付11亿美元了结了刑事指控。波音公司的波音737 MAX 客机在2018年、2019年发生了2次严重空难，造成了346人死亡。有朋友问，波音前期已经就2次空难支付了25亿美元，为何现在又要支付11亿？这些是不是都给受害者？美国政府为何对波音公司这般的苛刻？咱们今天来简单聊一聊。2次坠机事故大家都知道，发生在特朗普上次执政期间。特朗普政府当时做出了3年内暂缓起诉的决定，前提是波音公司要认真履行赔偿责任，让遇难者家属满意。有人解读说，美国的法律体系很随意，只要遇难者家属满意，死罪也可以不杀。当时波音公司根据认罪协议赔偿了25亿美元，这其中 17.7 亿赔给各家航空公司，以弥补停飞损失等费用，约5亿美元赔给了遇难者家属， 2.436 亿则属于政府罚款。美国政府的大额罚款经常是 2.436 亿美元，这个确实不知道是哪部法律规定的，有知道的朋友欢迎补充一下。但是美国政府也不是只罚款了事儿，认罪协议中还包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有效改善产品质量等内容。然而就在这个3年协议还有1周将要到期的时候，发生了阿拉斯加航空737 MAX 9门塞爆裂事件。于是拜登政府重启调查，重新开始了刑事指控。美国针对企业的刑事指控非常的麻烦，被认为企业形象损失极大，甚至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。波音公司为了避免总经理被抓去坐牢，选择再度掏钱，于是有了这次的认罪协议。所以只要波音公司能赔到满意，产品质量恢复正常，这件事儿也就解决了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波音至今并没有承认737有缺陷。美国司法部纠缠的一直是取证过程中有疑似欺诈，而且 MCAS 系统可以手动关闭，只不过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搞，所以就算是打官司，司法部也不见得肯定能赢。波音为了省事儿再次掏钱，本次11亿美元中还是有 2.436 亿美元依旧是政府罚金，此外还有 4.45 亿依旧是受害者基金，剩下的4亿多美元则是为了改善产品质量而规定的硬性支出。2次赔偿之后，波音公司大约为346名遇难者共计支付 9.45 亿美元，平均每人约270万美元。这些钱不是直接给，而是以基金会的形式长期支付，等于是遇难者家属可以每月领。这些钱也并非平均分配，遇难者生前收入高的话，赔偿就高一些。平均每人270万美元的空难赔偿可以排全球第2，发达国家的空难赔偿一般是100万美元左右，发展中国家只有约30万美元。例如马航为 MH370 的中国遇难者每人赔偿了约 22.5 万美元。人类历史上最高的空难赔偿记录由卡扎菲保持，他为当年的洛克比空难支付了每人1000万美元。至于说美国政府为何一定要逼迫波音公司掏出这么多的钱，其实美国的任何大型企业犯错时基本都是这种套路，一是要按照法律进行，二是要赔到多数受害人满意。波音虽然地位重要，但是美国政府也不会袒护它，袒护只会造成竞争力下滑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更加无法保证，对谁都不好。当然就算这样，也仍然有少数的遇难者家属不满，认为罚得太少，赔偿总额应该要达到28亿美元才够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